誰也沒想到，2026年的第一個大雷，竟然是在被寄予厚望的南海明珠海南島上炸響的。原本大家都以為，2025年底那個號稱要對標香港、超越新加坡的海南全島封關，是給中國經濟打了一劑強心針，是讓海南地價原地起飛的最後通牒。結果呢？封關才剛過半個月，我們看到的不是萬國來朝、金銀滿地，而是海南房價的斷崖式崩盤。海南的空氣裡都彌漫着一股血腥味。曾經那些意氣風發、指望靠封關紅利收割財富的炒房客，現在全成了被收割的韭菜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場號稱世紀工程的自貿港實驗，怎麼在落地僅20天後就變成了一個讓全球側目的大笑話。還記得去年12月18日那天嗎？海南全島封關運作正式啟動，媒體上的口號喊得震天響，海南進入自貿港時代，零關稅、低稅率、減稅制。那時候，海南的樓盤售樓處還掛着倒計時牌，銷售們扯着嗓子喊：再不買，封關之後你就買不起了。可結果呢？打臉來的比龍捲風還快。看一個地方的經濟行不行，先看它的門面 CBD。海口的國興大道，那曾經被吹成是海南的華爾街，是全省行政、金融、商業最集中的地方。在2024年的時候，這裡的豪宅單價還能穩在2萬5甚至3萬。即便去年整體環境不好，中介還咬牙撐着1萬8的底線。可根據我們拿到的最新一手調研，封關後不到1周，國興大道的房價體系就徹底塌了。曾經單價2萬5的標誌性項目，現在中介手裡的內購單價直接殺到了1萬2。而且這不是什麼特價房，是成片成片的現房團購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海南省会最核心的地段，在短短不到1個月的時間裡，價格直接打了個5折。曾經所謂的價值錨點，現在成了大家爭相逃離的火坑。如果說國興大道是老錢的聚集地，那江東新區就是這幾年海南 PPT 上畫出的新未來。官方宣傳裡，這裡是封關後的離岸金融中心，是真正的橋頭堡。可現在，這個橋頭堡成了骨折堡。在江東新區，曾經火遍全網、單價2萬多的高端樓盤千江悅，上個月竟然爆出了13900的成交價。更離譜的是，一些新開盤的樓棟，中介私下給出的底價已經跌破了1萬2。那些在2022年、2023年聽信了封關後變香港而高位入場的大冤種們，現在心都在滴血。有人在社交媒體上哭訴，原本以為買的是通往財富自由的船票，沒想到買的是泰坦尼克號的站票。海口的西海岸和觀瀾湖，那是海南中產的夢想。高爾夫球場、免稅城、5星級酒店林立。以前這些地方的別墅，動輒600-700萬，甚至上千萬。現在呢？據海南中介爆料，西海岸已經出現了8000多億平米的商品房，而且還是帶名校學位的大型社區。在海口免稅城附近的別墅，價格已經腰斬到了單價1萬左右，總價200萬就能拿下一套聯排。大家品品這句話，以前是沒錢買觀瀾湖，現在是沒錢人才買觀瀾湖。這不是調侃，這是海南樓市血淋淋的現實。很多人覺得納悶，封關不是利好嗎？為什麼利好落地，房價反而崩了？其實這就是中國式炒作的通病，利好出盡就是利空。第一，沒有產業支撐的自貿港只是個殼子。海南這麼多年，除了旅遊和房地產，真正落地的實業有多少？封關之後，所謂的加工增值30%免關稅，聽起來很美，但海南的配套產業鏈幾乎為零。你指望那些跨國巨頭放着配套完善的珠三角、長三角不去，跑到這個物流成本極高、招不到高端人才的海島上來建廠？資本是不看情懷的，
資本只看利潤。當大家發現封關後的海南依然是一個孤島，而不是一個活港時，預期就崩了。第二，人口流失與老齡化的鬼城魔咒。大家去看看現在的文昌、老城，還有那些海景房聚集地。文昌縣城的房子5000塊1平米，掛在網上2個月無人問津。海邊那些密密麻麻的樓盤，一到晚上黑燈瞎火，按使用面計算，2、3千塊錢1平米都賣不掉。海南的底色其實是一個巨大的養老院，但現在的年輕人連婚都不結了，連自己的生活都顧不過來了，誰還有餘錢去給爹媽在島上買一套1年住不到1個月的養老房？第三，全國房地產危機的放大器。海南的房價本質上是全國有錢人閒錢的蓄水池，現在全國樓市都在縮水，老百姓都裡沒錢了，連上海、深圳的豪宅都在降價，誰還會在海南這個空中樓閣裡繼續玩擊鼓傳花的遊戲？封關就像是最後一塊遮羞布，之前大家還能靠着封關後必漲的預期死撐，現在封關真的來了，大家睜眼一看，發現除了多了一道關卡，多了一些不便，生活並沒有質變，反而物價可能還要漲。於是恐慌性拋售就開始了。從當年的國際旅遊島到現在的自貿港封關，海南每一次都要取代香港，超越新加坡，但每一次的結果都是一地雞毛。海南的房價體系全面塌陷，僅僅是一個開始。這不僅是房產的崩盤，更是信用和敘事的崩盤。在海口，在三亞，在那些曾經被吹上天的江東新區，現在的售樓處冷清的能聽到針掉地上的聲音。老百姓的財富在縮水，中介在流淚，而那些手握幾十套房的投資客正絕望地看着房價跌破成本線。去年6、7千買文昌海景房的人以為在抄底，現在回頭看，那是實打實的站在了喜馬拉雅山的山頂上。這就是2026年開年的海南，一個被 PPT 包裝出來的東方愛琴海，在包掉所有虛假濾鏡後，露出了它荒涼、落後且充滿泡沫的真面目。很多人對封關這2個字有誤解，他們覺得封關了，海南就自由了。錯了，大錯特錯。在目前的框架下，海南的封關本質上是在中國原本就重重壁壘的貿易體系上，又加了一道更沉重的物理屏障。大家都在傳，封關後買路虎只要30萬，買 iPhone 只要幾千塊，聽起來很爽，對吧？但請大家看一組數據，根據2025年封關初期的內部評估，海南的零關稅清單其實有着極其嚴格的准入限制，只有在島內經營、島內消費或者加工增值超過30%才能免稅進入內地。這帶來了一個致命的邏輯死循環。物流成本飆升，封關意味着海南與內地之間的流動變成了出境和入境。原本一車從廣州拉到海口的蔬菜，現在要經歷極其複雜的報關、檢疫和查驗。物價反向暴漲，由於生活必需品大多依賴內地供應，這道關一設，物流效率降低，行政成本上升。結果是，老百姓還沒買上便宜的法拉利，菜市場的白菜已經先漲到了8塊錢1斤。這種高物價、低收入、資產崩盤的局面，就是現在海南普通居民面對的真實地獄。海南一直吹噓它的雙15%稅收優惠，說要搶香港的飯碗。我們要明白，人才去香港、去新加坡，是因為稅低嗎？不，是因為那裡有自由的法治環境、自由的貨幣兌換，以及與國際接軌的互聯網。而在2026年的海南，雖然封關了，但防火牆還在，結匯限制還在。更重要的是，營商環境依然是典型的內陸熟人社會。正如一位撤離海南的科技公司 CEO 所說，我為了省那10%的稅，
丟掉的是整個法治的確定性和人才的流動性。這筆賬傻子才會算錯，數據不會騙人。2025年，海南所謂的引進人才中，超過70%是掛名落戶或者是為了炒房的假人才。當房價這個誘餌失效後，這些人跑得比誰都快。海南封關政策的核心是那個所謂的加工增值30%，進內地免關稅。可現實是，海南根本沒有工業基礎。你要加工什麼？原材料得從海外運進來，加工好了再運往內地。可海南的電費、水費、人工費哪一樣比珠三角便宜？更絕的是，為了防止海南變成走私基地，海關對這30%的增值認定極其嚴苛。你要證明你的螺絲釘是在島內擰上去的，還是在島外擰好的，光是這套審計成本就足以吃掉那點關稅紅利。結果就是外資沒進來，內資不敢來，海南成了一個政策套利者的樂園，卻是實業家的荒漠。我們要問一個最核心的問題：為什麼要把海南折騰成這樣？從2020年的總體方案到2025年底的正式封關，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種制度焦慮。在外部環境惡化、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的背景下，高層急需一個內循環的樣板，但海南不幸地成為了這個實驗室裡的小白鼠。大家看看海南那些爛尾的5星級酒店和空置率超過60%的寫字樓，這些不僅僅是鋼筋混凝土，這些是過去10年裡中國中產階級和金融機構砸進去的數萬億真金白銀。現在的海南就是一個巨大的財富粉碎機。房價腰斬只是第一步，接下來是債務違約潮，是銀行壞賬的集中爆發。海口那些所謂 CBD 的開發商，現在連保潔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，這就是大笑話背後的真面目。封關後的海南正在經歷一種微妙的身份異化。對內地人來說，海南變得越來越遠，進島出島的麻煩程度堪比出國。對國際資本來說，海南依然是那個穿着自貿港外衣的行政指令區，兩頭不討好，最後的結果就是邊緣化。海南正從那個面朝大海、春暖花開的度假天堂，變成一個行政成本極高、經濟活力極低、生存壓力極大的圍城。海南只是最先崩掉的那塊多米諾骨牌。當潮水退去，當所謂的封關紅利變成制度枷鎖，我們才發現，最值錢的從來不是地皮，而是自由、信用和法治。